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时间来到我们的阳历5月，在这个5月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当然，按照惯例我们要先了解人和，得先明白天时，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在阳历5月中会遇到的哪2个节气。而我们首先遇到了，就会在阳历的5月5日所遇到的立夏。流月将会从庚辰月到了辛巳月，以及阳历5月21日的小满。在立夏这个节气表示的夏天已经来了它的北斗将指巽这个方位，太阳位于黄金的45度，而立夏它是我们一年的4立之一，也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也就是4季的分界点。所以会有许多朋友的时运会在这个时候比较有在这个4季里面开始有所转化。所以老师在我们的教学课程里面就会有一句话叫做“凡论运，先起于立，成于至，胜于分”。它的节气力量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旺衰增减，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玩味的一个时间点。而说到了节气我们就一定要提到了3候，也就是每一个节气是15天为一节，每5天为一候，所以我们称为气候。指的就是节气的气跟每5天的一个候统称为气候。因为我们的寒暑晴雨是以节气为主，而节气它是以太阳照射地球的角度为主，而我们的武术就是基于星球之间交互的力量与我们人命的能量相互呼应所产生的计算公式。所以推命跟运离不开真太阳时，不以真太阳时定的盘都会有误差的概率。而说到这里一定有居住在南半球的朋友会在想，南半球跟北半球的4季是相反的，那么我们还是依照节气是一样的呢？答案当然是一定的，因为我们还是依照当地的日期一样进行节气的更迭，来作为命理与季节的更替，只是气温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节气是依照太阳照射地球的角度来做变换的，所以即使气温跟气候不一样，但是节气的变化时间点还是一样的。在命理上也就作为切换干支的依据，就不用太纠结于它的当地温度了。而我们所说的气候，一个气里面有3候，2个节气为1个月，6个节气来过1季。而说到立夏的3候，它是哪3候呢？第一候就是楼国明，它的意思是在这个时候，诸如硕鼠或是鼯鼠之类的小动物，这个时候就开始比较活跃了。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很多地方还是稍微比较冷一点的比如说老师年初的时候去沈阳，看到4月还有零下的天气。但是到了立夏就不一样了，气候会逐渐稳定的走向炎热，对小动物来说就是比较好的天气了。那第2候就是蚯蚓出，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在古文中有提到阴而趋者，趁阳而生见也，意思就是冷的时候蚯蚓就躲藏起来，炎热的时候它就冒出来了。而第3候是王瓜生，王瓜是什么？它是一种藤蔓植物围绕的伯爵的坟墓周杰伦的歌词里面说的但是它的意思是各类的植物会因为气温的回升，它生长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而我们会遇到的第2个节气就是小满。到了节气小满的时候斗子4宫，太阳到达了黄金60度，它的含义是夏熟作物开始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只是小小满，还没有大大的满。这个时候那个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它的谷粒会逐渐开始饱满，早稻也开始结穗了。在河道上面小粒的谷粒还会感觉到很充实满满的感觉，所以我们就称它为小满。而在南方此时也有夏收夏种的季节，而在南方也有一句农业叫什么呢？叫做小满不满，芒种不管。意思就是如果小满这个时候雨水不够多，那么接下来就有可能会干旱，以后你就不要想收成了。而根据《黄帝内经》所说小满这个时节宜早起多运动，使身体代谢得到促进，增强我们的体质。因为在小满这个时节人体的生理活动处于最旺盛的时期，消耗的营养物质为24节气里面的最多，应该要及时的补充营养，才能使我们身体的5脏6腑不会受到这些损伤。不过这个时节也是禁酒或是最低程度饮酒的时候，因为酒精会破坏我们中枢神经跟新陈代谢，所以这个时候喝的酒就是数倍上升于平常时候的影响。而小满的3候是哪3候呢？第1候就是苦菜秀，苦菜这个植物医学上称它为败姜草。据说王宝钧苦守寒窑18年，吃的就是这种苦菜。这里的意思是蔬菜类的植物也会长势的非常旺盛。
第二候是迷草死，这个指的是一般在秋冬生长的耐寒性的植物啊，到了立夏开始啊，它就开始枯萎了。而第三候啊是麦秋至，意思就是说，虽然夏天刚刚开始，但是对于小麦来说啊，就是它的秋天了。而小满在华南地区啊，就是要频繁开始下雨，出门要准备好雨具的时间。下雨的时候啊，不要叫做啊，感觉阴雨绵绵，心情很不好，感到很讨厌。你要想一下，科技啊，让我们人类什么都不怕，就怕它不下雨。没水，水力发电就不够，粮食也会不够，那什么都不好了。所以说，我们有一句古话说得好：“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呐，也就是《易经》里面所说到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吃有喝才能够图发展呐。而讲完了天时啊，那地利跟人和怎么看呢？点主页加入粉丝群。而讲完了天时，我们来看一下世界的变化。首先来按照惯例，我们先来回头看一下老师针对阳历3月的预测，看有没有正确呢？我们在这个3月啊，首先预测到流月星君仅有天喜星，所以啊，它的力量是比较不够的，只能靠外部的好朋友来帮忙，这样才能够有机会转重轻受。而我们知道啊，在4月2日的时候啊，美国大统领川普老先生对全世界掀起了对等关税战，导致全世界的政治以及经济还有金融，包含股市以及汇市，还有美国它自己的公债市场，全部都面临了崩溃的边缘。当然，其他国家也难以脱身，但老师也有去预测，受到天乙贵人星的照耀，原本就有做好贸易组织以及结盟的，例如 RCEP 啊，就可以受到相当大程度的缓解。而实际上啊，在这个4月，我们看到中国跟它贸易小伙伴之间都得到了最小程度的影响，甚至在4月底还更多来自于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中小型企业的订单。整体而言呢，可以如我们预测的所说，是属于转重轻受的，而所以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呢，我们是属于应验的。而在战争部分呢，我们普丁大统领啊，在4月抛出愿意停火和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啊，也在不投降的前提之下，愿意进行谈判啊，他可以这么讲，但是能不能做到这一回事嘛？而在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以及伊朗的胡塞组织以及巴勒斯坦之间呢，产生了一些微妙的相互牵制，甚至进行了一些换球的动作跟协议，说这个也应验了。有打算和谈以及打扫战场的迹象，但是老师也有说哦，这个都是假象，假的，你眼睛业障重，都是假的。未来啊，战火必定会重燃，不会在4月就走向停手或是停火。老师录制的时间呢是4月22日，这个预测老师还是认为啊，4月份的时候它会减缓，然后那些都是虚晃一招的，打那是一定会继续打，森林还是会被继续战火所灼烧。而在金融方面，老师特别说，无论看到波段大小，在4月22日之前，建议你不要进场。而实际上，我们看到，在4月22日的时候，世界产生了一个大转变。我们的川普大总统说，没有打算要开除联准会主席鲍尔，而且他也觉得给中国的关税太高了，他要打算把它降下来，当然不会零关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从12月22号开始啊，股市就由空转多，基本上你有把握住这个时间点的，应该都有机会获利。而在之前也有听老师所说的，你没有贪心，赚到一段之后你就出场，基本上你也不会受到上冲下洗这个压力。所以整体而言，我们针对阳历4月的预测，基本上可以以70%到75%之间的应验度为主，还算可以啦，也是老师侥幸啦。为什么？因为天知道我在3月的时候会知道川普老先生会脑袋抽风，然后给全世界课高关税吗？还有是说只对中国课高关税这个奇思妙想的行动吗？不知道，纯属侥幸。而看完了过去啊，我们来看看未来。在这个5月啊，就是一个所谓的征战之月。5月的值月太岁主星即为今年的本命太岁星君，还有天解星这2颗星宿。而副星啊也不会太和善，有着剑锋星、带着血刃星、浮沉星、伏尸星的一干星宿，准备在这个月大展身手一下，要来肆意妄为一番。如此凶煞的太岁之月啊，本来应该是大地血流成河，人祸四起，但也激发了我们上天的好生之德。
在远方啊也出现了一颗难得的地解星。地解星的力量本身是不是这么的强大？但是它以流月里面的天解星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天地双解的模式，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啊，将血刃星以及伏尸星获得一定的化解，甚至剑锋星也可以变钝了。但尽管如此啊，这个月还是会有斗争的本质会出现，这还是它的主轴。在国际局势方面啊，远方的将星增加了国与国之间的争议，而这些争议啊，配合了远方的非福星、年福星以及官福星，所以基本上会是以外交层级的纷争比较常见。而这个部分啊，就会在乌俄之战以及中美之间的关税贸易战啊，形成了一个延长赛。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预期这个5月的国际局势的动荡会是比较大一点。而在经济的层面上，这个月虽然在国际局势上会比较混乱，但是在经济层面上受到了金匮星、华盖星以及三台星的力量，这个5月的经济啊，反而会有一种比较有力的支撑，而且驿马星啊，在遥远的一方啊，与太岁星来做呼应，所以是说贸易类的会更加热络以及运行。而在金融方面呢，这个月理论上由于经济你找到了稳定的方式以及出口，所以各项的指数啊都偏比较稳定。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国际外交的事件会影响了一些股市啊或者金融方面啊短期的震荡。这个部分啊是有解决方法的，你只要设定好你投资的停损，或是最好做移动止损，大概率啊就可以保有一定的利润。这个月，除非是美国出现了跟中国撕破脸，或是美债即将崩盘，因为它6月要到的6兆美元的国债，它有没有办法解决啊？其实在5月就非常清楚了。除了这2个事件之外啊，大致上都可以维持比较看好的状态。这不容易啊！我们经过了4月的动荡，5月可以看好，那是不简单的一个事情。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阳历5月的世界流月总论解析。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谈谈12生肖在阳历5月的运势解析。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